芝芝来了，快来坐。奶，我来送肉啦！方南芝小嗓子亮亮的，保管左右邻居都能听得见，这才迈着小短腿进去，给碗放桌上。不是说老三家那头野猪足有几百斤吗？只给他们送这点儿。老三以前混不吝，但很孝顺他这个娘的。眼下，这是和他生分了。芝丫头啊，你和你爹在秦家过得咋样？当下赘婿日子不好过，遇到宽厚人家也得没日没夜干活，孩子不跟自个儿姓，出门还让人指指点点。要是刻薄人家，把赘婿当奴才使，伺候全家，还动辄打骂，不知道老三入赘受了多少苦。我这个当娘的心里一直记挂着。很好呀，钱婶婶可温柔了，这2天正给爹做衣裳呢。这是他不小心看见的。奶知道，定是受了不少气吧？你爹就是太倔，当初让芝芝替嫁多好，一个丫头片子本来就要嫁人的，这样老大科举前有了，老三也不用入赘让人指指点点。真的可好啦，每顿都能吃饱。以前在方家，我和爹经常饿肚子，家里煮上一锅粥，也是锅底最稠的部分捞出来给大伯吃，然后是堂哥们，分得我们父女俩基本就剩下米汤了。哪怕爹有时抢堂哥一碗粥，我们也只能混个半饱。芝丫头，奶知道你都瘦，是离开方家前这丫头还瘦巴巴，小脸蜡黄的，这才多久啊？人白净了不少，脸上都有肉了。这秦家该不会藏了粮食和钱吧？也是，秦秀才活着的时候能不攒钱？芝丫头啊，那野猪卖了多少银钱呢？不知道，家里是哥哥当家。也是，你和你爹吃饱了，家里日子可还难着呢。尤其你大伯，这马上科举了，得养好身子再去考试，最好是每天能吃肉。这是让我家日日来送肉，我奶可真敢想，我家还没吃过几顿呢。奶，我看大伯长胖了，可不能吃太好。大伯不是说考棚又小又破吗？可别太胖，进不去。至于考棚小这事儿，是前年大伯下场考，结果没考完就晕倒了，回家就说身子虚，受不住考棚环境，染了风寒，搞得全家省吃俭用，给他一人买了人参须补身子。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？你爹入赘，你就是个拖油瓶。你别以为那前世眼下对你好，就是真心疼你，那都是装的。他有亲生儿子呢，你得知道，你可姓方，以后你大伯中了秀才，你这个侄女可是能沾光的。所以啊，你得多想着自个儿家。我家不是爹在哪家就在哪吗？咋又成方家人了？还有，我才不是拖油瓶呢。奶，咱是一家人。那前2天我看见堂姐带了个新头花，我也想要一个。这小丫头片子才7岁，咋这么不好忽悠？你跟你堂姐比什么？她以后可是当大小姐的。再说了，你还小，带什么头花？奶改天给你扯个红头绳的。头花舍不得就算了，整个红头绳还得改天。爹说过，这种行为就是画大饼，画的大饼不能吃，烙的才能吃。行，奶，猪肉等我家下次再打了猪就送。方南芝是有礼貌的孩子，收一个大饼就得还回去一个。野猪是这么容易打的？村里人好几年才能见一次，也不是次次能猎到，还有被野猪拱得没命的呢。你这丫头片子，才走了几天啊，嘴上就学得不饶人了。有奶就是娘，我看你就是个没良心的小丫头片子，就得教训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老三就是给他惯坏了。小丫头见势不妙，干脆把大碗往桌子上一扣，肉都倒在桌子上，拿了碗就跑。婶婶让我送肉，可不能把碗搭进去。作孽呀！你个丫头片子做尽粮食啊，这肉可咋吃啊还？奶，给您吃肉咱就成作贱了，您可别舍不得吃。我爹说了，等日后还孝顺您呢。至于日后是什么时候，那就等日后再说。听着没？别看人方同是混子，那也孝顺着嘞。爹，我咋听着方婶子话音不对呀，不太高兴呢。有啥不对的？方家老两口瞎了心了，一个劲儿偏心呢，这以后啊可得不了好啊。准是自个儿舍不得吃肉，又留给方金呐，他可不能做这样的老人呐。
虽然村里家家户户都是靠着长子养老，但是分家之前呀，一碗水还得端平喽。方南枝一溜烟跑回来，放好碗就去找奶牛玩。蛋糕每日用到不少牛奶，全亏了牛高产，所以家里人可心疼牛了，顿顿都给它吃饱饱的，还能得到主人的梳毛服务，牛生基本达到了巅峰。奶牛此时瞥了小主人一眼，低低的哞了一声，就继续趴着歇息。方南枝蹲在他旁边，要不是我，爹爹肯定不会入赘，甚至梦里我被人吃了，爹爹为了找我都死了，好像我真的拖累爹爹了，我还总调皮，也不知道钱婶婶会不会嫌弃我。秦燕不知道什么时候推着轮椅出来的。干嘛呀，芝芝？哥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长大了就能多干活了，到时候就没人说我拖油瓶了吧？那可要很久了，想要长大得好好吃饭，好好读书，好好玩才行。可是，哥哥，养我是不是太浪费粮食了？我可喜欢吃了，以后是不是得少吃点？可是肉很好吃，栗子也很好吃，面条也很好吃。胡说，你吃自家的东西怎么能算废不废？芝芝，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了？他们说我是没娘的孩子，是爹爹的累赘，以后我会被扔了，没人要的。这样的话他从小就听到了，多数时候他会用拳头回敬过去，但怎么能完全不在意呢？自小丫头来秦家，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牛劲儿，看着就让人高兴。头一次见小丫头这么脆弱。别听他们胡说，你是方叔的小棉袄，我的妹妹，我娘的女儿。芝芝，你要学会用心去感受，家里我们所有人都是真心喜爱你，怎么会不要你的？那些人不过是嫉妒，比不过你才这么说。方南枝抽了抽鼻子，我爹绝对是全村第一好爹，我钱婶婶不像别人家娘亲会重男轻女，对我和哥哥都一样的。秦燕哥哥可稀罕我了，还送我小木鸟，对我可真稀罕了。哥哥说的对，我才不是拖油瓶，我很重要的。听到拖油瓶三个字，秦燕眼中闪过一抹暗光。对，没错，芝芝是家里最重要的。方南枝重新得意起来，秦燕松口气，到底心疼他，给他放假。方南枝一口应下，小跑着找二伯了。是谁对小丫头说什么了？村里人对我的风言风语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芝芝才7岁，那些人什么居心，对孩子说这些？好漂亮呀，而且是小马，会不会不那么凶啊？哎呀，我知道这匹马不是送货的，刚才有个小少年骑在上面。我也看到了，那应该是周家少爷吧，穿的可好了。方南枝跟着望过去，哇，比我家牛牛的毛都长，肯定梳起来更麻烦。芝芝，你也来了，我还以为你都不能跟我玩了呢。春花，我是大孩子了，之前要照顾二伯，就没出来玩。二伯，你伤好了吗？好了。不好了，那匹马过来了！已经挣脱了缰绳，使劲朝这边跑。二胖，快跑啊！二胖回神，才发现身边的小伙伴都快跑没了，当即跟在方南枝屁股后头跑。别看他胖，但很是灵活，没2步就超过他了。二胖擦了擦汗，刚想催支持2句，就见方银直接一把给小丫头扛起来，放在肩头，迈着大长腿跑得飞快。二胖目瞪口呆，来不及反应，身后小马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小马驹的嘶叫声几乎在二胖耳边响起，小胖子吓坏了，脚下一个不注意被石头绊倒，直接摔在地上。眼看高阳的马腿要踏，只见那马驹却一跃而过，很凑巧没踩到小胖子，继续往前奔，目标正是方南枝叔侄俩。系统哥哥，这小马一直追我，是不是也是给我的奖励？不是啊，请宿主少想美事。系统哥哥变了，都开始对我了。再往前是一小片林子，春花已经动作麻利爬上树了。芝芝，二伯，快上树啊！刚想指挥二伯冲，二伯扛着他一个闪身，小马驹刚好冲到他们原先的站位。马驹似乎被激怒，刚扬起后蹄子，方银蹙眉，下意识伸手死死抓住了马腿，手上用力往后一拖拽，马驹站立不稳就要摔下去。对哦，二伯很厉害的，可以搞定小马驹，我们不用跑的。他一走神就没抓稳二伯衣裳，随着二伯动作，小丫头就要滑下来，下意识松开马蹄来扶芝芝，刚扶正小丫头，赤色小马已经站稳，前蹄一扑就要压到方银身上。赤色小马驹居然停下了动作，如同委屈的孩子般掉头向后跑。方南枝跟着看去，少年星眉剑目，面容白皙，周身一股冷傲出尘的气质。他微微抬手，赤色小马驹就坐了下去。少年蹲下身检查，在马掌中发现一根嵌入的钉子。
恐怕是不小心踩到了。明月这才发疯：对不住，各位乡亲们，主子的马驹受伤发疯，让诸位受惊了。方南之这会儿被二伯放下来了，好奇地跑过来：他受伤了啊！明月在地上动了下，但因为主人在，到底没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类。明月是主子的爱马，平常根本不许人近身，骑马喂马这样的活儿都是主子亲自来的。这小姑娘怎么胆子这么大？太吵了！吵是说我？清场。诸位，先前的事是我周家过失，这位小姑娘不如叫上你的朋友们去前面小坐，家中备了些点心以作赔礼。本来想和少年打一架的方南之，一听点心，立刻不生气了。好呀。方南之和一众小伙伴被带到了周家盖房子的地方，但尴尬的是，周宅还在打地基中，根本没地方让人坐。小厮觉得有些失礼，但好在点心是有的。他从马车上拿来2包点心，直接给孩子们分了。我也要。小厮愣了下，倒不是舍不得，就是感觉这人怪怪的，但还是给了2块。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明白了，这人似乎脑子有问题啊。得了点心，一群孩子也不想玩了。方南之要回家和哥哥分，和春花约好了改日一起捡栗子，就分道扬镳了。秦家，方彤早回来了，烧水洗了个澡，只觉得浑身舒坦，胡乱擦了把头发，他就去灶房帮忙。这头发没擦干，小心着凉，得了风寒。嗨，没事儿，我在灶台边守着呢，这火烤着呀，一会儿就干了。眼看要变天，染了风寒可不好治，当即拿了布巾帮他擦。方彤感觉头上暖乎乎的，然后心间怪怪的，莫名有些紧张。钱凤萍也是，擦头发的动作慢慢不自在起来，他刚想开口让他自个来，却被方彤抓住了手。钱凤萍霎那红了脸。钱婶婶，吃点心。钱凤萍立刻触电般收回手，不知为何背过身去。芝芝，你这是上哪儿野去了？这裤子都破了。方南之双手捧着点心，还没想明白爹和婶婶刚才在干嘛。方彤这会儿已经找回当爹的感觉，提着小丫头后脖领子就往西屋走。你是不是爬树去了？你就这2条裤子破这么大洞，怎么补？爷，爬树的是春花，我得了点心的。方莹看着3弟教女，识趣的没帮忙，她低头看向另一手的点心，好香好想吃，但芝芝说了要全家分才行，也不知道芝芝挨打要多久，她只能等等了。方南之虽然打扰了亲爹的好事，但也没挨打。换了条裤子后，他正洋洋得意讲看见小马驹的事。爷，小马是不是也有奶？它屁股可肥了，还宽。马奶和牛奶是一个味不？别胡说，人家那马是坐骑，看屁股没用，应该是得看牙口吧，而且啊还得看腿长不长。你想啊，那牙口好，它吃的就多，这马有劲儿才能跑得久。至于那马腿呢，粗壮且长，这才能跑得快吧。那爹，乡人是不是看屁股？屁股大生儿子。闻言差点扎到手。谁跟你说的？没这回事。以后你少跟村里的小媳妇老太太唠嗑，多跟你哥读书。那群老娘们儿这嘴上也没个把门的，啥都说。我也觉得这话不对。爷，你屁股好大，但生了我是个女娃。哎呦我去，哎呀，这羞死人了，这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就不说什么香牛了。芝芝，不是分点心吗？你二伯还等着呢。小丫头当即下炕跑了。我来吧。不用，我会。这些年又当爹又当妈，缝缝补补的事他没少做。我知道，但你缝得丑。那我跟你学学。这一个人带娃这么多年，我可没有什么针线活是女人活计的想法。这缝衣裳啊，不过就是个生活技能，这可不分男女，我学学也没坏处。更何况这读书人讲究是红袖添香，我在这儿是夫妻学针线，嘿嘿，那也不是一个意思吧。秦燕在小丫头坚持下，给4块点心分成5份，里面这个绿的好吃。方银这次长记性了，没囫囵吞枣，准备慢慢吃，但就多半块，实在细品不了。这是绿豆糕，你要是喜欢，等方叔买了绿豆来，咱自家也能做。以前家里条件不错，秦秀才声名在外，总要待客，每待客就得茶水点心，他娘就学着做了些。真的，钱婶婶这么厉害。晌午饭，钱凤萍做了蒸肉，配上山药糙米粥。哎呀，好撑啊！我琢磨呀，咱们还得招人。这蛋糕生意做大了，虽然有二娃他们打鸡蛋，但真的做蛋糕他们是不行的。咱得招个会厨艺的妇人一起做蛋糕，不然呢，一旦有多的单子，就得全家忙活到半夜。日子长了，钱凤萍哪能顶得住？可做蛋糕的方子不好平白教人吧？手艺这东西以后是能当传家宝留下来的。其实这事是他今个去聚香楼送蛋糕时候，胡掌柜提醒的。胡掌柜话里话外意思
寿宴这单做好了，县城里其他贵人办宴席啥，指不定也会想要蛋糕。到时候单子多了，怕他供货跟不上啊。再者，方彤有预感，饕餮楼的人这2天虽然没联系他，但最后肯定能来订蛋糕。到时候活越来越多，全靠着钱娘做，再给人累坏了。那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这生意大了就得扩招。不过呢，咱一开始选人就得选品行好、信得过的，然后签文书，不能泄露方子，否则呀得赔偿银子。这文书啊，咱找村长做个中人，以后哪怕真出了事儿，咱也不能太吃亏。可行，且我们蛋糕样式其实还可以继续琢磨，比如加绿豆、红枣，那就是新的点心。对，这最新样式的蛋糕方子呀，一直就得握在钱娘的手里，就算是其他方子泄露，对方也超不过我们去。是啊，这县城的点心铺样式多了去了，都不止一种呢。我们家的那不也得弄点新花样啊？这贵人们才不会吃腻呀。那行，婶婶，我帮你。小丫头刚才和系统沟通了，系统内各种蛋糕制品方子很多，可惜能不能抽到就要看随机性了。如果指定奖励，需要开启强制任务，但因为他第一个强制任务没完成，目前信誉不佳，无法开启。我这么一个诚实乖巧的孩子，怎么就信誉不佳了？故人这事定下来了，就需要考虑找谁。刘婶婶人可好了。方彤也知道刘大嫂没少照顾自个闺女，想了想同意了。这故人还请村长做中人，那咱家的蛋糕生意可就瞒不住了。本来就瞒不了多久啊，咱之前低调是灾荒啊，这不好冒头。现在的话，这村子里面的人有了栗子，有了短工干，基本上都能吃个半饱。咱家再赚钱，顶多是让人眼红些，他们不会做些啥的。在勉强温饱情况下，人还是有底线的。至于让人眼红这事儿，就算现在瞒着，等后面秦燕治腿进书院啥的，大伙儿也能猜出自家赚钱了。咱家的钱都自个赚的，怕啥？这事说定，方彤都没午睡，晃荡出去找人了。王大山正任劳任怨去除栗子外头扎手的壳，人家一天猫山上怎么也能捡个30-40斤栗子，再瞅瞅你啊，哎呦，你个没出息的，还能从树上摔下来。这下好了，栗子没拿回来多少，脚还崴了，这起码2天不能再上山了。王大山低头继续忙活，一句也不反驳。翠儿啊，下午我跟你进山。这老太太就知道护着儿子，要拉倒吧，我可用不起您，我带小山去就成。眼瞅着就是冬天，不多弄点栗子，或卖或留着吃，一家子都得饿死。哎呀，行，翠儿啊，晚上娘给你做玉米糊糊。这老太太真是，还知道1碗水单瓶呢。刘大嫂，做啥好饭呢？这大门口就闻到香味了。童子来了，坐。有方彤啊，吃过饭来的。刘翠赶紧从灶房出来。童子，坐啊，家里添了点野菜饼子，一会儿一块吃点啊。这老太太是糊涂了，人方彤现在不一样了，刚白得了野猪，还满村收栗子，还能缺口吃的。他又瞪了这个男人一眼。愣着干啥？去倒水。王大山一声不吭，转头就去。方彤坐在凳子上，就感觉身后王老太视线怪怪的。嘿，这老太太不就我小时候来你王家偷过杏子吗？这都10几年了，应该不会还记仇吧？方彤抬头一看，墙角的杏树已经死了。刘翠顺着他视线扫了眼。哎呀，过2日我就让你王哥给他砍了，这以后就吃不着杏儿了。方彤感觉身后的视线更灼人了。那个刘大嫂，我来呢是有事儿。我家呀，这不是弄了一种点心生意吗？要雇人做，1天的工钱呢15文，1月1结。啥？仿佛凭空扔了个大馅饼。啥点心生意啊？这我不会呀。没事儿，钱娘教你。不过大嫂，我这点心方子才是最要紧的，您应该明白吧？我这嫂子明白，有啥条件你说。感觉做梦一样。不过咱得签个文书，那就是你学会了点心手艺，以后不管在不在我家干了，这手艺都不能外传。一旦传出去，您得赔我家500两银子。500两？好家伙，15文1天，他还没算过来能赚多少呢，这就来个500两。王家往上数，祖宗8代赚的钱，加起来有500两没有？刘翠腿一软，直接一屁股坐地上。行，那是他把人手艺泄露才赔500两，他不往外说就成呗。本来就是白学手艺，得多缺德的人才能给主家外传。童子，这活每日啥时辰干？干多久？我媳妇儿笨，要是没整好，你心里有啥的找我啊。县城铺子里招的学徒跑腿啥，要是弄不好就得挨打挨骂。他媳妇儿跟他过得挺苦了，可不能再受气。嘿，没想到这王大山人精瘦，还挺沉默寡言的，这心里倒是挺有成算的。
每日4个时辰就行。至于别的，请放心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家干不出苛待人的事儿。不过我丑话得先说到前头，要是学了几天学不会，那我肯定不强留。童子，嫂子为人你知道，不是不知好赖的。点心这事儿是真的。方童来了，快把咱们家晒的杏干拿出来。这小子打小就爱吃咱家杏。这老太太不简单呐，装着好像刚知道我来似的。先前那句是选择性忘了呗？不了，王婶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和刘大嫂还得去村长家一趟。不过王大山是个行动派，已经把杏干拿出来了，给方童装了一兜子。方童空了还来玩啊？打小我就看你有出息。别人家孩子偷杏一个一个摘，只有他连着枝干往下撅。还是这老话说的对呀，姜还是得老的辣啊！我还是太年轻了，有很长的路要走啊。老三你入赘这步可没走错，眼瞅着日子越来越好。以前就是被方家耽误了，说起来是怪方老爷子太偏心，白丢了这么好的儿子。嘿嘿，那可不，村长说是金子迟早会发光，我就觉着吧，我自个儿就是金子。以前卖惨是为了不冒头，现在嘛都藏不住了，他可得抓紧飘会儿。成吧，你的栗子生意是不是也雇人？缺人可得先从村里找知根知底的输给你看着，保管他们不坑你。嘿嘿，现在也不缺啥，铁柱几个干着呢。不过有恕您这句话就成，以后我要真遇到啥事了，我还来找您。他咋忘了方童是个打蛇上棍的？本来最近就常找他办事，得了这话那更要3天2口来了，挥挥手让人走。嘿嘿，下次立文书啥的我还来村长家，主要是这纸笔啥的能白用，不费自家的，这家里的还得留给芝芝练字呢。铁柱几个天天去秦家，还以为是去瞎胡闹，没想到是干正经生意，加上刘翠那雇了4个人了，方老三这生意做的可不小啊。当天下午刘翠就来了秦家，钱凤平亲自教他。其实这活计不难，加上打鸡蛋的活计有专人做，试了2回他就上手了。这鲜软香甜的东西就这么做出来了。钱凤平还特意切了一块让他尝尝，主要是记住味道，以后再做心里有个数。其实做了这么多回，钱凤平早发现蛋糕少放点糖或者奶也能成型，就是口感没现在好。他们做的是贵人们生意，当然不能在这上面缺。弟妹，早听说你手巧，今儿个算是尝着了。刘翠小心翼翼咬了口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呀，这东西好呀，松软，要是拿回去还能给婆婆和孩子尝个鲜。钱凤平看出他心思也不介意，还拿个碗给他盛放，也就这半块，不能卖了，拿就拿走，再多的他家也是送不起的。这才头一日做工，连吃带拿的，当即干活更卖力了。灶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方南之正坐在东屋炕上，二伯找了帮忙炒栗子的由头，不写字了，只有他被哥哥压着读书。好想去玩呀，好久没给系统哥哥收录花花草草了，还有回春丹攒的还不够多。学不完，今晚你的肉都给二伯吃。方南之顿时一个机灵，老实了。请问方先生是住在此处吗？方先生？不，你谁呀？找我大哥呀？那去方家呀，往前直走，到头再拐弯就是。能被称为先生的只有方金了呗。小的是找方童先生，今日家中马匹发疯，险些伤了令女，家中主人心中有愧，特派小的登门赔礼。哎呀，不算大事，你家不是也赔了点点心吗？方先生玩笑了，家中请孩童们吃些点心，不过是同村之意。马发疯一事自是该赔偿的。还把礼盒双手往前一递，方童下意识伸手。不是，我这次真没想占便宜来着，习惯了，手太快了。客气了，小兄弟，要不您进来坐坐。小厮拒绝了，他还要去下一家赔罪，不好多打扰。这眼瞅着是挨家挨户赔罪去了，看来这位素未谋面的周老爷很讲究啊，起码是对村里的人很友好，这是好事儿。真要是来个乡绅恶霸啥的，我们的日子那可就不好过了。3天后，天还黑黢黢的，但秦家人都起来了，他们要去府城了，要给秦燕看腿去。院子里牛车被拉了出来，牛车是和李家租的，租了3天。本来方童打算在县城的车马行租，但租金太高，还有押金，他舍不得，还是找李家以半价租的。钱凤平抱了一床被子出来，放在了车上。钱婶婶，给你。钱凤平忙接过，这是满满一筐栗子。方童说了，去府城一趟不容易，可不能白折腾，带着糖炒栗子和蛋糕呗，万一能卖出去呢？卖不出去，他们还能自个儿吃。这就准备妥当了，他牵着牛车出了大门。快来，婶婶，被窝我都给你暖好了。方童给大门锁上，其实钥匙他还给了铁柱一串，
他们虽然去府城了，但蛋糕和栗子生意都没停。要去府城了，我长这么大都没去过呢。牛车缓缓走上官道，给你，芝芝。这么一动作，牛车都晃了下。二哥，你可别乱动了，这万一车掉沟里咋整啊？明儿个就没奶喝了，连续3日都喝不到。牛牛怎么办？不会饿到吧？你放心吧，你二娃叔啊学了挤奶，每天啊都会割草喂它。这时辰还早，你钻进被子里再睡会儿吧。婶婶，你去过府城吗？大不大？府城有3层高的房子吗？当时先夫去府城科举考府试，他去送考的。当时只忧心先夫能不能考中，还真没怎么在府城逛过。不知道府城的大夫怎么样？我的腿如果能治疗，会比系统一点一点积累健康值好的快些吧。方南之唠嗑到一半，声音越来越小，他眼皮越来越重，慢慢就睡着了。怕了，能治是我之幸，不能也不该强求，我拥有的已经很多了。等方南之睡醒，已经天光大亮了。路上有3、3两两的人，还有一辆马车在前面，有衣衫褴褛的妇人壮着胆子拦在马车前。贵人，行行好吧，给点粮食吧。只见马夫被突然出来的妇人吓一跳，狠狠拉了下缰绳，因为停得太急，马车里传出砰的一声。何事啊？少爷，您稍等。马夫从车上跳下来。你是什么人啊？知不知道我要是没勒住马，你小命就完了。贵人，民妇胡家村的，是灾荒流落过来，本来县里是要安顿的，只是民妇的丈夫死了，至于下妇孺孩子被村里人欺凌，实在过不下去，只能偷偷跑了。胡家村是青鹿县所属的村落，青鹿县有一条贯通全县的堤坝，在连续暴雨中被冲塌了，直接导致该县成了重灾区之一。其县令无能，既不上告求援，又不肯开仓赈济，被成了气候的灾民愤而杀之，百姓为活命纷纷逃离，县内几乎10室9空。你的孩子呢？是他呀。少年正是周家见过那位，当时他还嫌弃他吵来着。可真有钱啊，小马驹受伤了，现在还有高头大马拉车。等我长大赚了钱也买马，自己一匹，哥哥一匹。嘿嘿。芝芝认识他？方南之当即小声把那日的事说了。这都是一个村的，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。要都是去府城的话，倒是可以一起走啊，那多安全。很快他打消了念头。就是这少年吧，也太清冷了，这通体的贵气和傲气都仿佛是天生的一样，让人望而却步的。更主要的是，这马车速度快，我这牛车也跟不上趟啊！求求贵人，给点吃的吧，给条活路吧。石君眼淡淡看了会儿，陈安。马夫应了一声，明白主子的意思。大嫂如果是去府城，可以找醉香楼的掌柜，他见了字条会帮你安排个活计的。谢谢贵人大恩大德。少年没回应，正是往牛车方向看了眼，很快回了车厢内。马车疾驰而行。那少年很不凡，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哥哥，什么鱼这么好吃，还给2条？自从开始教芝芝和二伯认字后，他的脾气都在慢慢变大，细细给小丫头讲了一通，确认朽木可雕才放过他。方叔，回去后咱把栗子能吃的事公开吧。不是早就公开了吗？我是说向邻村的人也公开。其实栗子这事全村都知道，却很少往外传，村民们是怕人抢，但实际上多数村子都靠着山，他们山上有栗子，木山村的人又不能大张旗鼓去摘人家的，与其那些栗子烂了浪费，不如广而告之，能多活命一些人。行，那我让人去，到时候啊再告诉他们栗子都可以卖给咱家。也对，这村子里的栗子都是有数的，多些来路也好，到时候存着卖不亏。而且这外村我也有狐朋狗友的，办这点事不难。他虽不是这个意思，但也无碍。应该再晚几个月去府城的。谁又能知道几个月以后这情况会不会好啊？万一天太冷了，大家伙的日子更不好过呢。爷，那是什么花？好漂亮。小白花，白色的嘛，那肯定不是小黄花，是崖壁杜鹃。爷，不知为不知，你不能不懂装懂。那啥名不都是人起的吗？他们读书人叫啥杜鹃，我就爱叫小白花，咋了？这退1万步来讲，你还别说，我这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嘛。他们又走了会儿，等太阳最大的时候，方彤准备停下来歇会儿。租来的可别给累坏了，回头还得让我赔。婶婶，我要是上茅坑。爹爹说了，让他别乱跑，不能落单。走，婶婶陪你去。茅坑自然是没有的，找了处不远不近又有大石头遮挡的位置，让小丫头痛快解手。检测到1米外有原始夏枯草，现已绝种，建议收录。方南之顺着系统指引过去，
看到了棕红色的植物，和其他杂草没区别啊。夏枯草经过炮制后，可成为中医药学的一种草药，有清肝泻火、消肿的功效。随着时代发展，这种草药在星际慢慢灭绝。星际是系统哥哥的家吗？是不是天界？有没有玉皇大帝？很多星球组成星际，系统来自高位面星球，不是天界。根据系统库资料，人类智者普遍认为天界是不存在的，是传说，神仙自然也是不存在的。方南枝头一次听这些，眼睛亮晶晶的。芝芝啊，你在干嘛呢？一回头见小丫头正拔草，别用草擦屁股，不是有布巾子吗？婶婶，我就是看这草好看。行，那你小心别被虫子咬了。老牛啊老牛，多喝点儿，下午赶路还得靠你呢。方银则拿了把栗子，也不管它凉透了，和秦燕分着吃。收录成功，奖励健康值加10，奖励终极随机盲盒1个。终极盲盒，我还是头一次抽到这个，以前都是随机盲盒呢。打开盲盒，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大力丸1颗，力大无穷，持续时间1个月。以前抽的东西时效都是1天，这个终极盲盒怎么是1个月？系统说高级回春丹能让哥哥腿变好1年，那么系统哥哥是不是只有得到高级随机盲盒才能拿到高级丹药？是的。他还以为每个盲盒都有机会呢。那怎么得到高级随机盲盒？收录几乎灭绝物种可以得到终极盲盒，收录星际顶尖稀缺品可得到高级盲盒。我怎么知道星际缺什么？再说了，星际有系统哥哥那么厉害的东西，还能缺什么？完了，只能一颗一颗攒了。可惜今天的终极盲盒不是回春丹，希望哥哥的腿疾府城大夫能治好吧，不然哥哥就得日日嗑药了。关键最低级的回春丹抽取也要靠运气的，我手里目前才攒了7、8个。宿主别气馁，你年纪还小，慢慢有机会的。系统哥哥，你每次都奖励我健康值，现在我有多少啊？有什么用啊？能让我长高高不？系统心虚了下，还是将界面展示给他看。健康值后面一个大大的0。我那么多健康值呢？抱歉宿主，系统似乎出现故障，健康值无法到账，但经过自查没发现 bug。原来系统哥哥也不是万能的，只是现在吞健康值，那以后不会克扣我奖励吧？奖励方面宿主放心，编码很完整。另外建议宿主尽快完成救人任务，交易通道打开时系统能初步升级，或许能查出健康值不到账的原因。系统哥哥放心，等我爹把栗子能吃的事告诉哥哥村，能救不少要饿死的人。方银搬了2块大石头，搭了简易灶台，用打火石生了火，把冷了的杂粮馒头烤上去。没一会儿，香味就传开了。方银使劲嗅了嗅，陶醉不已。这1.9米的汉子怎么跟个小狗似的？再扭头看他闺女，不是我闺女，这是干啥呢？自个儿坐在那儿，是一会儿愁眉苦脸，一会儿又得意洋洋的。芝芝，吃饭了。方南枝回神，爹，我要加肉酱。他们一家子是吃饱，等牛歇好才上路的，所以等他们到了府城门口，已经傍晚了。好高啊，哥哥，比县城的门高多了，还宽。你先坐下。哪儿来的？做什么的？小的是木山村的，我儿子腿伤了，来府城求医。他从身上摸出了急书，毕恭毕敬递了上去。这么俊俏的少年，伤了腿？只是往下一瞟，他却先看到了背部盖着的竹筐。带的什么东西啊？直接掀开布，露出里面的糖炒栗子。官爷，这是我们那山上找的，叫栗子，小的家贫，全家来府城买不起口粮，所以带了些嚼用。官爷，您尝尝。去，谁稀罕你这点东西啊？走走走，赶紧进去吧，别倒在那儿。多谢官爷。我去，这前面4通8达的都是路啊，这我也不知道哪有药铺啊。而且现在得先找个客栈安顿下来才是。他让二哥牵着牛车，自个去问路。大妹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个乡下人，刚来咱们淮安府，我想找个地方落脚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啊？往东街去，那条街客栈酒楼多。打量了下方童的穿着，有个叫清平客栈的，价格最便宜。多谢大妹子了，您呀人长得好，心也好。那再劳烦您一下，咱淮安府的医馆药铺在哪块啊？这是千里迢迢来求医的，那可不容易啊。你问的哪个药铺啊？最好的药铺济世堂在主街，不过主街可不允许畜生杀过啊，被官爷逮住了可就没收了。当然
权贵子弟除外。哎，好嘞，多谢大妹子提点，我也祝您生意兴隆哈。你以往都是这么问路的？那都是场面话，要说长得美啊，自然是咱们家的钱娘是第一位的。当着孩子的面别胡说，芝芝就是跟你学坏的。明明我以前夸婶婶，婶婶可喜欢了，怎么就学坏了？是，教孩子这块呀，我还得和钱娘好好学学。芝芝多好呀，活泼可爱，又不失机敏，不像燕儿懂事聪慧，却太老成了。都怪我这个娘没能护好孩子。比县城主街还要夸哦，那个小姐姐穿得好漂亮，比堂姐那身还好。秦燕顺势看去，芝芝穿上这样的衣裳一定更好看，不过那是丝绸衣裳，我得努力攒钱。炙烤羊腿看着好香啊。那啥，等咱找好了客栈，咱们再出来吃饭哈。一大一小齐齐点头，但牛车都走远了，还止不住看那个摊位。好在没一会儿就到客栈门口，他进去挨个问价，果然是清平客栈最便宜，上等房200文一间，中等房100文一间，下等房30文一间，大通铺倒是便宜点，5文钱一个人。但方童带了媳妇孩子的，住大通铺太不方便，还是咬牙订了一间下等房。就住2晚，还是挤挤吧，这钱呐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至于牛车，客栈后院是给存放的，不过牛吃的草料喝的水是要钱的，1文钱一顿。方童让一家人先进房间，他和店小二去停牛车。婶婶，我们去逛街吧。这坐了1天的牛车了，这孩子是一点都不累。不急，芝芝，先歇歇。钱凤平安抚他，找店小二要了壶热水，先每人喝点暖暖身子，然后让儿子给方莹换药。等他们忙完，方童也上来了。都安顿好了，走，出门。方童赶车是累，但他也头一次来府城，决定抓紧时间见世面。好吧，主要是抓紧时间把蛋糕和栗子卖了，起码能把路费房费都赚回来。哎呦，方哥，去哪儿逛啊？您这是？往前走有个东市场，那块地儿最热闹。谢了，小二哥。刚才拴牛的功夫，方童就交上朋友了。冲啊！冲什么冲？再给你哥甩飞喽！钱凤平推着儿子，方童一手拉着闺女，一手拉着二哥。虽然这么大岁数了，和二哥手拉手的确实有点尴尬，但是以二哥的脑子，这不看着跑丢了可咋办呢？三弟，买一个吧，芝芝饿了。要不是他二哥嘴角带口水，他就信了，真是为了芝芝。没吃过啊，爹爹买吧。好，行。东市场确实热闹，是因为有个茶楼今日在外面搭了台子，请了人说书，台子周围挤了不少人看热闹。一家人找了不远处的摊位，要了2份炒粉。方童却没着急吃，他盯上茶楼门口卖瓜果的商贩了。里面客人一叫，那些商贩就能进去送瓜果。芝芝啊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跟爹干大事去。方南芝塞了一嘴的炒粉，都没来得及咽下去。钱娘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可别乱走啊。二哥，听你弟妹的哈。放心吧。父女俩先奔着街道旁一户人家去。方童敲开了门，脸带笑跟人说了啥，然后是掏出来3文钱给人，那人就把父女俩迎进去了。方童是来借灶台了，得给糖炒栗子回锅下，炒热香气发出来，才能吸引人。出来的太急了，应该先在客栈里弄好，在客栈里借用他们的灶台，还能省下这3文钱。等爷俩再出来，就拎着竹筐进了听说书的人群里穿梭。方南芝掰开一个壳，热气冒出来，香甜的味道也传开。叔叔婶婶们，吃糖炒栗子不？便宜的嘞，60文钱1斤。没错，涨价了，毕竟府城嘛，有钱人肯定比县城多。多数人一听价格都扭过头不理会了。这栗子是何物？怎么没听说过？方南芝立刻把手里那颗塞嘴里，又从筐里拿了几个分给他们，一人一个。大哥哥们尝尝山里的野物，用糖炒的可好吃啦。几个读书人对上他清澈的眸子，没怎么犹豫，学着他先前的法子吃。不错，甜糯得很，口感很实。我倒是觉得冬日里吃啥配成这个东西不错。觉得可以的，便掏钱一人买了1斤。觉得一般的书生看着才到他们腰高的孩子，也给面子要了点。几位公子记得一定要趁热吃，这凉了呀，影响口感。说完，拉着闺女往另一边挤。这东西太贵，平头百姓吃不起，他都找衣着华丽的人为目标。方童带闺女挤了半天，卖了10来斤，还剩下半筐栗子，他就不着急了。散卖不是目的，他的视线再次落到茶楼里。叔，您尝尝。不用了，我可没钱。叔，不要钱，请您尝尝，俺们是乡里来的，这头一次摆摊，就想跟您结个善缘。这是啥？怪好吃嘞。嘿嘿，糖炒栗子，自家做的玩意儿。丫头，尝尝爷爷家的果子甜不甜？不用了，谢谢爷爷。叔，
您不用客气，我们是有点小忙，想要请您帮一下。我才吃几个栗子呀，就欠人情了？我岁数这么大了，可帮不了你。叔，不是大事儿，就是如果茶楼里有人喊您找您买水果，您就送他一把我们的栗子。如果客人说吃好呢，您就帮我给推荐一下。如果客人没问，您就不用特地说了。别问他为啥不直接进去找掌柜，一是茶楼正忙，掌柜恐怕不是那么好见的；二是府城他头一次来，人生地不熟，还是谨慎行事好。那送出去的栗子不会要我出钱吧？那哪能啊，说了送，自然不要钱。但心里劝自个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贵人，这是小的家里晚辈弄的糖炒栗子，谢您照顾生意，这是送您的。这怎么吃啊？剥开壳吃就成。等老汉从茶楼出来，也没贵人说要买栗子，他觉得没希望了。不行啊，小伙子，你去别的地方试试吧。没事儿，叔，我再试试呗。这做生意急不得。心里还是紧张的。不过这东西在茶楼好卖，是在县城试过了的。方南之已经不管这事了，正拢着手踮着脚张望。话说咱们淮安府有一位大勋贵，德仪郡王，大伙儿都知道吧？前段时日咱们郡王府的世子跟人打马球相斗，从那马上摔了下来，直接摔断了腿。郡王府请遍名医，府城大大小小的大夫都去了一趟，给咱世子把过脉后，纷纷摇头。不行啊，这骨头断了2处，还有1处扎进了木刺，不好弄啊。这木刺是世子被甩飞之后被那路上的树木绊住插进去的。这王爷当即就犯了愁啊，这王妃稀里哗啦的哭了一夜，就要带了下人抬着儿子上马回京，到那京城找御医医治，还放了话，要是世子也有个3长2短，他们就要和离。真的假的呀？这王爷王妃还能和离？这事和王爷也不相干吧？还是世子过于顽劣？但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世子受伤另有内情。那郡王府的侧妃也有一子，是长子，但占了个庶出的名头。那和世子打马球相斗的几个公子，都是这位庶兄的至交好友。那这是不是郡王府庶长子指使的？害死嫡长，他能成绝？不要命了，这样的话都敢说？又怕什么？要真有人管，说书人第一个被抓。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世子倒是敞亮得很。怕什么呀？我坦坦荡荡，只把府上侧妃和你叔兄要气坏了。做错了事总要付出代价。郡王若发难，你可来找我。不敢劳烦表弟，这点小事儿我还是能解决的。表弟既已决定去乡野间休息，我等定不会轻易打扰。楼下又有人要瓜果，老汉忙不迭进去，才放好要退下。老丈，你这叫什么栗子的？还有没有？怎么卖的？方彤一直瞧着茶楼门口，这次老汉迟迟没出来，他这心里一下子觉得有点不一样了。又过一会儿，就看老汉出来，脚步比之前快了几分。成了！有贵人问你这吃食呢，快去吧。多谢老叔。老汉摆摆手，看着他背着筐进去。方彤刚一迈进茶楼，小二就迎上来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是不是那个老汉扎的？对。小二见是客人自己叫来的，便不好阻拦，由着他去了。各位少爷，这糖炒栗子是我们自家做的，这听书看戏的时候配着吃最是合适，甜香甜香的呢。怎么卖的？少爷，60文1斤。没想到这少爷眼睛都不眨，拿出钱袋子来给他。明堂，你买的这是什么呀？黛玉配的明堂少爷又摸出40文，去给他来这些的。方彤这边刚拿出来1斤，忙不迭地将银钱收起来，转头又给这边的少爷称上40文的。够意思啊，明堂。2桌这糖炒栗子一剥开，甜香的味道在茶楼里引起周围的人的注意，这一下又卖了好几桌去。方彤这一下算是赚着了，心里这个美呀。下楼的时候正对上掌柜的视线，两人隔着几桌客人，掌柜的伸手指了指里头的方向，他知道这是买卖上门了。刚一点头，就看见茶楼窗户上多了个小脑袋。他闺女不知道啥时候跟进来了，他赶紧走到窗边，拎着闺女的领子，把小丫头从窗户上头提下来。芝芝啊，你可别调皮啊，爹忙正事呢。爹，你知道郡王府是啥不？官大不大？爹有正事要跟掌柜的谈，你跟着我。风南之却屁股一沉，不啦，爹，你去谈正事吧，我在这听故事就不耽误你了，我相信你。行，那你在这里等着我，千万别乱跑啊。有刚才买了栗子的。放心吧，小丫头在我们这儿看着，保准不能让人偷了。方彤连连道谢，才去找掌柜的。当然，他主要是见不远处前娘几个也盯着这里，有啥事立刻能过来。走到后院，狗掌柜开门见山问这糖炒栗子。方彤惦记闺女，也不拐弯抹角，拿了栗子让他尝。小兄弟啊，你那儿有多少啊？掌柜的，您想要多少
300斤一次付清，30文1斤，如何呀？怎么这讲价大家都是对半砍呢？狗掌柜，今年是灾年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最是难过。这糖炒栗子又费糖又费功夫，您还是给涨点吧，55。40。一来一回，最后定下来50文1斤，300斤一次全交。不过狗掌柜，我们家是木山村的，这么多东西实在是没啥办法能给你送过来，也怕路上颠簸。您看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小事儿，小事儿，我让人赶车去取。两边定下时间，对好木山村地方。狗掌柜去取笔墨纸砚去了。方童趁此机会探头看了眼他闺女。这丫头。狗掌柜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布袋，放到桌子上。这是定钱，5两。这茶楼可比县城的有实力多了。狗掌柜手拟契书的时候，掌柜的，这说起来，我家还有一种在做的点心，在县城里卖的极好，只是这次过来没带。掌柜的，您可要试试。狗掌柜笔尖一停，行，不过最好是这几日，晚了恐怕我这边……您放心，我明日就能给您送来。两边一对，最后定下明晚再见。方童将连着契书和装着5两银子的银袋子放竹筐最底下，他深呼吸几次，压下喜意，直奔闺女走去。方南之正听到厉害的地方，见他爹来了。等等，爹，正说到没人敢治世子爷，我要听听最后怎的啦。方童赚了银子，心情好，况且闺女难得这么爱听，他就陪一会儿。前头的叔叔先生微微含着胸，双眼微眯，让人不自觉的就跟着他的语气投入进去。说呀，没人治怎么办？世子爷咋样了？最后啊，世子爷请到了一位老神医。要说咱府城的神医，各位可知晓是哪里的？济世堂。对，就是咱这济世堂的周老神医。虽说是老神医，但也不是人人都了解的。要说这位周老神医啊，众位了解的可不要急啊，容我给那不甚知晓的人好好讲讲。这是一位出自济世堂，但是10几年前就已经进了京，成了御医的人物。众位可知道这御医是干什么的？这怎么不知道？不就是给达官贵人看病的？对也不对，您说的那是太医，这御医啊更有说法，是只能给皇亲贵族治病的，与那太医各司其职，更为厉害。这位老神医是怎么给世子爷治病的？治好了没有？各位别急呀，这不正要说呢吗？这位老神医如今养老回乡，本来呢是要去乡下安度晚年的，不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路过咱们府城，自然也是要休息。还就这么巧，就被咱们王府给请去了，把世子的腿黑就给治好了。怎么这里就一笔带过了？真的治好了？怎么治的呀？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老神医到了王府，一见世子这腿就说能治。世子的腿是断了2处，周神医到的时候肿得跟个门柱子似的，紫红紫红的。原来这腿摔得严重，光靠普通的法子根本就长不好。众人倒吸一口气，这世子爷年纪轻轻，要是断了一条腿，那岂不是毁了？这王妃揪心呐，再三拜托老神医一定要治好世子。这老神医最后是答应了，不过呀，要求这人怎么治都得他说了算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各位，您猜怎么着？这位老神医是要开刀正骨。这下大家是真倒吸一口冷气了。这周神医将那世子爷的腿咔嚓嚓的切开，因为这断腿多日淤血，这一下子血就沾满了整个布巾呐。切开之后，就见这世子爷的腿里，因为是断腿，这骨头呢已经不在原位，裂开了。一时间也不知道是震惊于老神医的神乎其技，还是心疼这世子爷也真是遭了大罪。等听到最后，神医将打开的刀口合上，大家才跟着松口气。那世子爷如今咋样了？已然好了，如今世子能跑能跳，安康得很呢。方南之眼睛亮亮的，正在跟他爹对视。治腿的神医济世堂。他这会儿也不留恋这里了，伸手拉住他爹的手腕，一大一小回到炒粉摊子那儿。婶婶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跟掌柜的谈了点事儿，又陪小丫头听了一会儿书。这事都卖出去了？只见眼前人得意一笑。你手指摸到的地方是一块块石头似的，一动却是金属的声。老天爷啊，这是银子啊！好了，咱们再去逛逛，这好不容易来趟府城，可得多走走。一家人继续逛街。原本方童是想给闺女买点她喜欢的小玩意带回去，可这丫头一双眼只往吃食上瞄，最后抱了不少小吃回客栈。下房的炕上满打满算只能躺下4个人。
我睡地上。那咋行啊？家里事都离不开你，你明儿个不是还要去茶楼？我睡这儿。说啥呢？咋能让你一个女人家睡在地上？再说了，你可是一家之主。秦燕刚开个头，两人就一起看向他，两人手里的被子突然被扯了扯。咋，你也想睡地上啊？方南之无语，伸手指了指地上。夫妻俩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方银不知道什么时候扯了炕上另一条被子，给自己裹得像个肉虫子，眼睛都闭上了。二哥，我睡。那换条被子，这客真的太薄了，咱家自个带的厚实。方银这次特别听话的起身，由着弟妹给他铺好厚被子。三弟，我想吃个糊饼。太晚了，吃了难受，咱明早再吃啊。哦。不高兴睡了。我也困了。那不行，洗洗再睡。爹是要跟哥哥一起睡一个被窝吗？那爹也要洗洗哦，尤其是要洗脚，别把哥哥熏坏了。这有了哥哥，我这小闺女啊是越来越不贴心了，总拆我台。还不等丫头还手，他就到一边去了，把秦燕也抱上炕。钱凤平出去喊店小二，要了2桶热水洗漱。赶路赶了一整日，方南之白天劲头特别足，这会儿像是都用光了似的。等热水的功夫，坐在炕边都开始晃荡了。秦燕看着总怕妹妹倒了，用手撑着靠到她身边去。夫妻俩正在一旁小声说今日茶楼里发生的事儿，不经意看到兄妹俩的样子，会心一笑。方南之已经彻底睡过去了，小丫头被摆弄着洗了脚擦了脸。这孩子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呢？全洗漱完，一大一小各扯了被褥，沉入梦乡。方金今日也出门了，他是去会友人的，跟他们聊些服饰准备。见这些人，他们自然不会去太过寒酸的地方，就约在了县里茶楼。有人先他一步到，神秘兮兮地跟他说，最近茶楼里有一样少爷公子都很喜欢的吃食。什么少爷公子，他们吃的，他自然也吃的。没想到这吃食一上桌，方金眼睛都瞪大了。他之前一直好奇，老三在村里收了那么多栗子，到底是要干啥的？前后一算，方童花的银子可不是小数目，要不是已经有了赚银钱的法子，他早就拿不出银子来了。这糖炒栗子怎么卖的？70万，就这一盘。方金心中酸涩，一时间的复杂感觉别提有多难受了。他躁动不安，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出去。哼，凭什么？我方金才是方家最有出息的。等他从县城赶回来，把这件事跟家里人一说，所有人的心情跟他几乎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我可打听了，老三一家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拖家带口的，跟老李家特意租的车，连秦燕那个瘸子都带上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这一家人都还没回来呢。去哪儿了？难道也是去县城了？他们家那么多人，跟哪儿过的夜？谁知道了？我还去看了眼他家，还以为不能有人呢，正好叫我看到王大山媳妇儿从老三家出来，我上去就给拦下了。提起这个，何氏脸色有些难看。我还当刘翠是去偷东西呢，你猜他说啥？他说是老三雇他去干活的。老三赚了多少银钱呀？都能雇人了。哼，可不是嘛，肯定是做了什么吃食。我就站在门口，都闻见那香味儿一直往我鼻子里钻，那甜香甜香的，可勾人了。他们方家有啥好的都给他男人了，就算他偶尔能跟着借点光，也从来没闻过那么好闻的味道。接着说。被他阴沉的脸色吓了一跳。哼，还能咋？我想进去看看老三到底背着爹娘干啥，没想到那个叫二娃的也在，出来赶我，不让我进。按亲戚算关系，我可是方童亲嫂子，二娃几个不过是狐朋狗友，凭啥拦着？可二娃他们是街溜子，啥事都敢干，可真不敢强闯。一想到方童带着女儿入赘，还因为这个被公爹从家谱上抹去，当时他多痛快啊！啥时候想起来都能乐一乐。在他的想象中，方童可以给钱凤平做牛做马，可以饥一顿饱一顿，可能比以前更混。方南之那个死丫头可以天天被后娘打骂，可以被秦燕那个残废欺负，可绝不能是发财。爹娘，虽说老三入赘了，但既然方家生养了他，这儿子就没有不孝顺的道理呀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能说都不说一声呢？方家其他人的感受跟他一样。要我说，这秦家从前也就靠秦燕那个瘸小子打猎过日子，老三在家里也是好吃懒做，咋这一入赘就发财了？那山药、栗子在山上那么些年，他以前咋没发现能吃？保不齐啊，以前就知道了，就是不乐意给自家人占这个便宜，如今靠这个去讨好别人家的寡妇儿子去了。他从来就觉得老三不孝顺，倒是对他先前的女人和赔钱的丫头挺好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老二呢？好像跟着老三他们一起走了。一个傻子，他上次伤了之后，除了家里闹过那么一次，这些日子还是头一次说起这个名字。差不多也该让老二回来了。这一直住在别人家算个什么事儿啊？哪有人爹娘都在，还跟着弟弟一起入赘去别家的呀？
待久了，咱们方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不是，爹，那老三，老三，就知道老三，咱家有谁知道他到底在干啥呀？谁知道？等等，难道是把方银叫回来？秦家和老三要是真的在鼓捣什么，肯定不会避讳这个傻子，回来问问不就清楚了？方金听懂他爹的意思了，对于这种事，他当然不会反对。至于老二回来会不会添什么麻烦，他不管。老二回来之前，我觉得咱家也可以做。我今日在县城茶楼里吃的那个叫糖炒栗子，听起来也不难，吃起来就是有点甜味儿。咱们干嘛不自个儿试一试啊？是呀，咱家就有栗子呀。我来做，这个我会。你怎么会？嗨，不就是糖炒栗子吗？我说会就会，准备好我要的东西就成了。哎呀，我可是现代人，怎么可能连糖炒栗子都不知道是什么？不知道吃都吃过多少了。来到这里，他当然想过要做些什么事才符合他的身份，只不过他没打算过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而已。就方家这些个人，且不说会不会糟蹋了他的那些奇思妙想，就算赚了银子，也都会日日把供方金读书挂在嘴边。他可不想辛辛苦苦赚的银子最后都进了他们口袋，白忙活一场。可等回到伯府就不一样了，他要用他会的东西一鸣惊人，到那个时候带来的好处可不是这仨瓜俩枣能比的。她是穿越女，应该拿大女主剧本，所以他决定了在回伯府前找点事情做做，赚些钱积累些人脉，这样能让方家人少在他跟前阴阳怪气，也可以提前为自己积累一些资本。行，晴雅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孩子，哎，这个事儿啊就交给你了，要用啥跟你爷说。我出不出息从来跟方家就没什么关系，也轮不到方金说。虽然没吃过秦家的糖炒栗子，不过一裙子泥腿子稀里糊涂做出来的东西，到底是不是现代那种还两说呢。哼，这里的人能吃过什么好东西？胡乱吹捧而已。我可不一样，这些方子在脑子里都是现成的，难道还比不过他们？方家人对这件事可上心了。方晴雅原本想第二天再说，但他们一问，要用的东西今天也不是不能先凑出来，赶紧把能用的都准备好，让他先试试手。方南之是被家里其他人洗漱的动静弄醒的，他爬下床，钱凤萍给他倒了半盆热水，他自己就洗漱完了。刘婶说了，睡觉才能长大个子，我以后肯定长得比爹还高。行，以后你长得比你二伯还高。方南之看了眼他二伯，到时候谁敢欺负我和家里人，我就直接像平日里爹拎我那样，拎着坏人的衣领子丢出去。好，跟芝芝一样高。钱凤萍没掺和他们胡诌，笑着喊店小二来收水桶。哦，对了，小二哥，咱们要去主街，得咋走啊？一家人离开客栈，大抵是昨日看够了吃食，今日走在东街，方南之终于开始仔仔细细看着街边铺子。芝芝，知道那是什么字吗？秦燕一路上时不时就指着有字的牌匾问他。好嘛，看来我哥在这说，还想着教我学字呢。我认识后面那个是玉字。龙玉。那哥哥，那个是做啥的？走着走着，方南之突然闻到一股子草药味。爹，医馆。千草堂。瞧着是个药铺，有坐堂郎中。给这孩子瞧腿。见他们都在点头，又问这是怎么伤的。上山打猎的时候伤的，当时被狼追赶，失足滚下山坡，身上很多处都被撞到，后来昏厥，等到再醒来的时候，腿就已经不行了。郎中放下笔，招手让方童把秦燕推到他身边，伸手去摸秦燕的腿。这里可有感觉呀？秦燕摇头。要是想调养身子，我这里倒是能开些药，不过这腿啊，是我无能为力，耽误太久了，已然没有知觉了。钱凤萍眼圈通红。唉，年纪轻轻的。倒是秦燕自己，她对这件事早有准备，同郎中道谢，转身安慰他娘，说是这样说，可当方叔说带他来府城看腿的时候，说他心中一点期望都没有，那是假的。方童结了诊费，推着秦燕，一家人继续往前走。小丫头走在前头，一个劲儿的找还有哪里有药铺医馆。我就不信了。一连陆续进了3个药铺，可郎中看诊过后都是摇头。秦燕心中的那点希望渐渐没了。自成系统的东西说过，这天下间的郎中没有能治好我腿的，大概只有非人的力量，动用神技才行了。比如系统的健康值，如果有办法多攒些就好了。方叔，不必看了，每次诊费也要10文钱，连府城的郎中都说不行。爹，济世堂。方童也忘了刚听秦燕说到一半的话。那是你们不知道这个济世堂。昨儿呀，我跟芝芝在茶楼听说书的，就说呀，在这里有一位周老神医，那是神乎其能，他给郡王世子治腿。你们一家子别干站着了，一时半会儿轮不到呢。大哥，这得排多久啊？1个时辰了，估计正午都轮不到咱们。哎，济世堂本来名气就大，这一说有神医，看个诊可真难呢。
汉子是有一只耳朵，大半年都不太舒服，上个月居然有些听不见了，就跑来济食堂看诊，人家让他每半月来针灸一次，今日就赶上这么多人。直到正午，他们好不容易排到街上，前头还剩10来个人。钱娘，我去买点吃的，你们要吃啥不？钱凤萍说有个饼子吃就行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周老，舟车劳顿，又有诸事烦扰，辛苦了。一听这称呼，拉着他3步并作2步走过去，对着人家老爷子就跪下了。你们……方童余光看了眼周围还在排队的人们，朝着秦燕的方向伸出手。小贝是来求医的。你们快起来，这样不合适。这位小兄弟，周老已经养老，也不在我们济食堂问诊，这次只是来访友的，有什么病症，你们还是继续排队，找我们坐堂郎中即可。方童确定了眼前就是他想要找的周老神医，哪里甘心什么也不做，前几家药铺的郎中都束手无策，这位神医是他们最大的希望。可他更不想过于纠缠，让对方心生厌恶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周老爷子在掌柜的护送下离开。一大一小站在原地都有些失望，只能回到队伍里继续排队。钱凤萍听他说刚才那位就是说书人口中的周老神医，也很是失落。方童见他面露后悔，立刻出声安慰，说了周老神医没有接诊的原因。下一位。方童赶紧把秦燕推过去，陆郎中也跟之前的郎中一样，看腿诊脉询问情况。在他们期盼的视线中，他也摇了摇头。方童手伸进怀里，摸出2锭一直揣在那里的银子。陆郎中，您看。他方才排队的时候就想好了，要是这位坐堂的郎中也没办法，就给对方塞点银子，麻烦人家行个方便。没想到陆郎中一看到他手里的银子就皱起眉头。方童清了清嗓子，将摸出的银锭子一翻手腕放到闺女手中。方南枝愣愣地接过来，虽然不明所以，但却一句话没多嘴。送银子行不通，那方童只能用第2个办法了。他递银子的功夫，一抬头已然是双眼通红。陆郎中，我们一家都是从木山村来的，如今这光景啊，到处都在闹灾荒，这家里也穷，来府城一趟着实不容易。方才啊，我见到周老了，能不能麻烦您给帮忙引荐一下？陆郎中面露难色。医者父母心，若是可以，我也希望这孩子的腿啊能有法子，但我不过是济世堂请来的坐堂郎中，与人家的贵客并无交情，实在是帮不上你啊。方童也听得出来，对方不是在敷衍他。既然如此，他们也不好再难为人了。一家人有些垂头丧气的离开，在街上慢慢的走。方叔娘，那位周老神医不是普通老百姓能轻易见到的，更不用说看诊，你们不要再因此事为难了。不过才求诊一次，咱们都还什么都没做呢，怎么就要放弃了？爹说的对，昨日听书的时候，我还没想到今天能见到老神医呢。咱们如今都知道他在哪了，这一次不成，说不准下一次他高兴了就成了呢。对呀，这周老神医昨日还是说书人口中的神仙人物呢，咱这今日不就见着了，咋就不能再试试呢？转头看向钱凤萍，钱娘，你跟2哥去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人能往村里给带个信儿的，咱们晚2日回去。我们一家人在这府城每日的花销都太大了，不但要住店，在这里吃点什么都贵，我不想这样为难自家人。方叔却被他娘忽然扶住肩膀。英儿，你方叔愿意带咱们娘俩去府城，咱们就再试试吧，就当是最后一次，成吗？看着这样的娘亲，秦燕哪里还能说出一个不字。钱娘，记得让人告诉铁柱几个，把300斤栗子炒出来。这求医归求医，买卖不能耽误，不然没了银子，那咋治病啊？